我和老公是闪婚的，但是他非常疼我，婆婆也把我当亲生女儿一样照顾。我以为我的人生会一直圆满下去，直到女儿出生，老公和婆婆像变了个人似的，不但抱走了我的孩子，还开始对我冷暴力。直到有一天，我发现婆婆家里藏着一个女人，原来这场婚姻从一开始就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自打把我跟孩子从月子中心接回家，老公一家就像变了副面孔，好像这个家只有我是多余的，一天天的从早到晚，就只有我一个人在冷冰冰的家里。因为几乎没有奶水，孩子一生下来就没怎么吃母乳，在月子中心就是顿顿奶粉。把我们往回接时，我婆婆说是为了让我好好恢复，找了个月嫂，带着孩子一起住在她那儿，倒是离得不远。老公爸妈离婚很早，他妈妈一手把他拉扯大，所以他很孝顺的在同个小区买了2套房子。但就这样，我这个新手妈妈几天见不着孩子，老公公司事情多，也时常不回来住，我就白天黑夜的一个人在家，心里挺不能理解，为什么就不让孩子跟月嫂过来跟我一起住？打电话跟闺蜜吐槽，她们都以过来人的经验跟我说，你是不知道带孩子多辛苦，你婆婆这样做都是怕把你累着。她们说，你真是烧高香了，找了这样一家人，对你这么体贴。电话这头的我对着空荡荡的家，低头瞧了瞧自己扁塌塌的肚皮，苦笑着自言自语，是吗？真是我多心了吗？我甚至在想，是不是因为我生的是女孩，所以我婆婆重男轻女，不待见我跟孩子？可也不应该啊。偶尔几次她带孩子过来，我看她把我的宝贝照顾得特别好，孩子咿咿呀呀躺在床上蹬着胳膊腿儿，她也守在旁边，不厌其烦地逗着孩子。但是转过身来，对我就没有一点好脸色，像是我做错了什么似的。娟子，我为了你能休息好，才把孩子带在自己身边，但是你这一天怎么照顾自己，怎么照顾赵瑞的？你对着镜子照照，你那脸色蜡黄，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赵家虐待你了呢。我才是全家最累的，晚上爬起来好几趟给孩子喂奶换尿片，什么时候来都是冰锅冷灶的。赵瑞在公司忙一整天，回来估计连你一口热乎饭都吃不上。你这媳妇怎么当的呀？婆婆一贯泼辣，她这一连串的抱怨就像机关枪似的突突突突，根本都不给我留还嘴的余地。我也不想听她说的，就只当在旁边念经了。好不容易见到我的宝贝，满眼满心都只有她，但是每次都是抱着还没有2分钟，婆婆不是自己从我怀里把孩子抱走，嘴上说你还是再歇一歇，别累着，就是让月嫂过来说要给孩子喂奶了，该给孩子换尿不湿了。总之，我能隐隐感觉到她不想让我跟孩子过多接触。怎么说呢？隔离，对，就是这个词。感觉婆婆像是提心吊胆的，怕孩子跟我沾染上什么似的。有天傍晚，赵瑞好不容易回来早，我就忍不住向他抱怨了几句，你妈妈为什么防我跟防贼似的？孩子是从我肚皮出来的，难不成我会伤害他不成？我是配不上你们家条件好，也没念过多少书，可是咱们既然结了婚，生了孩子在一起，那就是一家人，凭什么还是对我这样？说着说着，我想起这些天的委屈，眼泪簌簌地流下来，止都止不住。可赵瑞呢，一副不耐烦的样子，时不时拨弄着手里的手机，连看都不看我一眼，还是那些车轱辘话。哎呀，我妈那不是怕你累着，长辈都是一片好心。你瞧，
到你这里反倒多心了。我再多念叨几句，他就暴躁了。你还有完没完？我们娘俩伺候着你还不对了？我一天在外头辛苦挣钱，好不容易回趟家，你成天哭丧着脸，看着都会气，甚至还嚷着叫我去医院瞧瞧，是不是产后抑郁症了？要是有病了，赶紧治，别拖累他。这还是那个成天摸着我的肚皮给宝宝讲故事，喊我老婆大人，说是要一生一世对我好的人吗？如此熟悉，却也如此陌生，焦虑、郁闷，胃口也不好，睡也睡不着，脱发好像也愈发严重了。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像是一具行尸走肉，面形枯槁，想不明白，我只是去生了个孩子，在月子中心住了1个月，到底发生了什么？好像这一阵子扭转了我人生中短暂而充实的幸福，拖着我走向痛苦的深渊，违背父母之命，怀着对爱情的憧憬，远嫁到这个陌生的城市。本以为老公就是我的天，这段婚姻承载着我的未来，却不曾想，突然一瞬间把我关在了冰窖里。想着我远在农村老家的爸妈，当初跟赵瑞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不同意，说我才到大城市，就这么急吼吼的把自己嫁出去，总归不太好。对我们这场闪速进展的婚恋，他们总是忧心忡忡，总是劝我一切慢慢来。而现在这样的境地，我心里万般委屈，也不能打电话找他们诉苦，惹他们担心。护我周全的人在那么遥远的地方，而我孤身一个在这里孤立无援。晚上7、8点钟，小区楼下开始热闹起来，孩子们在嬉戏玩闹，老人们相约着在院子里散步。所有人都知道一会要回家，温暖的家只有我瘫坐在客厅的落地镜前，嫌弃地看着镜中这个我都有些陌生的自己。浮肿的眼泡，两颊多出来一些斑点，脸色黑黄黑黄的，从哇哇的哭到后来想起什么委屈，眼泪就不由自主流出来。吃着饭的时候，看着手机里孩子的照片的时候，想到赵瑞又吼我的时候，眼泪都好像是流干了。这样的日子也就尽快结束吧。我瞧见茶几边上有把小水果刀，随手拿起，割开了自己的手腕，没什么痛感。渐渐的，像是睡着过去，再睁开眼，我已经躺在医院的床上，滴着点滴，手腕处缠着厚厚的纱布。隐约听见旁边的护士跟他同事说，那床割腕的女病人，家属昨晚上给送过来住院，到现在连面都没露。另一个人只一声叹息，哎，咱们整天在医院工作，什么样的人没见过？听着这些话，我平躺在病床上，看着头顶一滴滴流进我体内的点滴液体，眼泪又一次顺着眼角流向耳朵。原来我的眼泪和委屈还是无穷无尽，电视剧里都是骗人的，割腕怎么死不了呢？昨晚最后的意识里，我记得斜躺着的我能感受到温热的血一点点流出我的体内，染的地毯上都是一片血红。我真没用，孩子自己养不了，老公见不着，连寻死竟然都不能了。想着这些乱如麻又让我心如死灰的事情，真不知道自己是该求生还是继续赴死。一个麻利的护士大姐走到我的床边，给我换药。她背对着窗边，午后的阳光打在她身上，她冲我笑，阳光衬托下那样温馨。她瞧了瞧我手腕上厚厚的绷带，再看看床头的病号卡，微微叹了口气，说，姑娘，咱们女人这一辈子本来就受天大的苦，不管遇上什么难处，一定得自己坚强起来，千万别指望那些靠不上的。很快换完药，他就走了。这是最近我第一次感受到人世间的温暖。是的，即使我就这样离开这个世界，除了父母家人，没有人会为我伤心。
而我牵挂的孩子确实就这么顺了婆婆的心意，跟我不亲，甚至等他长大了，有可能都不知道他亲生母亲是谁，长什么样子。不能这样，我不能就这样撒手。在这样的思绪下，迷迷糊糊中，我又一次睡了过去。除了手腕上的伤口，也没什么大碍。隔天赵瑞就来医院接我回家。回家路上，他开着车，我坐在副驾上，眼角余光瞥过去，只见他眉头紧紧皱着，眼睛直直地看着前方，一句话都没有，更是连我瞅都不愿意瞅似的。这2天在医院，我已经想清楚了，回到家里不能像之前那样，有什么问题坐下来跟赵瑞好好聊聊。婆婆那边我有意见，我也要当面说给她听。我要告诉她，我自己的孩子我自己带，我一定要把孩子接回家跟我在一起。想着这些，我心里越来越激愤，像是从未有过的强大。我得给孩子做个帮忙，让她以后也一定要做一个坚强的女孩。车停在了地下停车场，熄火后，只见她顿了顿，说：“这几天我想了想，我们离婚吧。”赵瑞打破了空气中的静默，顿时间，好不容易积蓄起来的能量和勇气，一瞬间土崩瓦解，眼泪又一次倾泻而出。我整个人都像是要爆炸了。为什么？凭什么？你不能就这样对我？我不是你想换就换的一件衣服。经过这几天，我都已经想清楚，回来要跟你好好过，不再找你事情了。有什么问题，我们好好沟通。你却突然给我来这么一遭，那个好不容易才找回理智的我，一瞬间就消失不见了。我穿着宽松的家居服，手上缠着绷带，头发凌乱地披散着。怒火中烧的我从副驾驶上推门出去，无处发泄的愤怒让我恨不得把他的车连他一起揍得稀巴烂，一边哭喊着拳打脚踢着他的车，一边撕扯着手上缠着的绷带，撕心裂肺般的。而赵瑞从始至终坐在车里，头埋在方向盘上。我闹出再大动静，他连看都不看一眼。停车场里不时有车进进出出，濒临崩溃的我此刻全然顾不上形象和体面，我只想把我这段时间以来的愤怒全都发泄出来。闹了好一阵子的我筋疲力竭，瘫坐在赵瑞车前。这时，旁边停着的一辆红色的小汽车，车窗缓缓摇下，来到一半，车里坐着个妆容精致的女人。她给旁边的人云淡风轻地说了句：“你瞧这女人，要只顾着把自己埋在婚姻里，可不就等着变成行尸走肉吗？谁说不是呢？听说是咱们一个小区的，产后抑郁，前2天进小区的120就是来拉她的。我妈跟她婆婆认识，听我妈说了，她还一直嫌她婆婆把孩子带在身边不给她。就她这精神状态，谁敢把小孩子交给她带？她呀，听说还是先上车后补票呢。谁知道是不是又一个捞女？要真是的话，这么惨，活该。”听着这些如利刃一般的闲言碎语，我眼神直愣愣地盯着他们，简直想扑过去，撕碎他们那说3道4的烂嘴。坐在驾驶座上的时髦女人轻蔑地笑了一下，看着我，像是看着一滩垃圾，怕给自己染上瘟疫似的，一哆嗦，摇上车窗，开着小车缓缓驶出。渐渐的，地下车库又变得空旷而静寂。赵瑞从车上下来，连拖带拽的把我领回了家。产后一直就没怎么恢复，心力交瘁，加上这次失血过多住院，我拼了命的反抗，打在他身上，将他推开的手都绵软无力。这一幕在外人的眼中，多么正常又感染的一幕。我是一个无理取闹、自己不坚强、得了产后抑郁的疯女人，闹得家里鸡犬不宁，可悲又可笑。赵瑞是个忍辱负重的好男人，有责任心，靠得住。
接我这个疯女人回家。而婆婆呢，因为我这副德行，帮我照顾孩子，还要被我找茬添堵。一进家门，赵瑞将我甩到沙发上，整理了一下他略显凌乱的西装和有点散碎的头发，继续跟我念叨：“咱们在一起不合适，离婚吧。”我已经没有力气了，但还是用自己仅剩的能量念叨着：“凭什么？凭什么？”他翻弄着茶几上桌布边边的流苏，还是连看都不看我一眼，说：“你自己照镜子瞧瞧你现在的样子，还怎么照顾孩子，照顾这个家？”我想了想，还是决定不能让你接触孩子。你现在的情况不稳定，万一伤着孩子，咱们谁都会后悔莫及的。问过医生了，他说产后抑郁的状况因人而异，还有病人直接弄死自己的孩子再自杀的，而且患病周期、发病状况也都不一样。你现在适合自己一个人静一静。我瘫坐在沙发上，还是来回呢喃着那几个字：凭什么？你们凭什么？只见他指着茶几边上冲我说：“凭什么？前几天我晚上回来看你躺在地上，地毯都让你伤口上的血浸透了。你说你连自己都管不住，都不爱惜，你还怎么管孩子？”想到那一幕，我只觉得恍如隔世，好像是有那么一刻，我以为我要永远离开这个世界了。我心想，或许他说的对吧？我这样一个脆弱的人，确实不适合跟孩子在一起。谁知道会不会真的伤害到孩子？赵瑞他可能是看到我有所动摇，继续说着：“咱俩认识时间不久就结婚生孩子，确实没有充分的了解和考虑，生活习惯、思维观念等各个方面也存在差异和矛盾，在一起真的不合适。你说呢？”边说着话，他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卡，跟我说：“这卡里有20万块钱，我知道你也不容易，算是对你的一点补偿。如果你同意的话，咱们就把手续办了。你拿着钱走，去找寻真正的幸福去。我赵瑞这真心实意祝福你。”看着他在我眼前这一套套的表演，估计是早就打算好的。我回来路上想的那些好好跟他过日子的念头，一点点被浇熄了。或许我赶紧从这段令我身心俱疲的婚姻中撤退，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经过这么一阵子闹腾，就算继续委曲求全过下去，这个家始终也不像是个家，冷冰冰的，像是冰窖冷宫。我也依旧时常见不上孩子，而且我也怕我这产后抑郁的毛病会不会真的某一瞬间做出伤害孩子的事情？是不是我真的不适合做妈妈？脑袋像快要炸开似的疼痛欲裂，某一根弦断掉了，就再也续不上了。我晃了晃脑袋，跟他说：“行吧，按你说的来。”赵瑞像是听到了什么惊天大好消息似的：“好，那明天就去办吧。既然你都答应了，咱俩也别拖着。”他让我把结婚证取出来给他，还说是我这身体太虚弱了，就别跟着奔波，他找熟人一办就成，不用我本人到场。为了这个结婚证，刚领证那阵子，他还跟我闹了好几天别扭。我说我要保管，他偏不，说是交给他保险。沉浸在甜蜜爱情中的我，恨不得把他都拴在我身边，更是想把跟我们爱情有关的所有证据都保留下来。所以我还是趁他睡着，把结婚证翻了出来，藏起来。那个时候我已经怀孕有3个多月，一家子都拿我像宝贝似的供着。我这么做，他虽然急了点，却也再没说什么。我实在是没有力气了，答应第2天早上给他把结婚证拿出来。晚上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就是睡不着，越想还是觉得哪里不太对劲。记得老家一个亲戚，女的才生完孩子没多久，男人就出轨，有了外遇，非闹着要离婚，听说是直接被驳回了。
说是女方生小孩多久内，如果不是出自自愿，是不能离的。而我这才出了月子没几个月，他凭什么就能跟我提离婚？更凭什么觉得自己手眼通天，找熟人打个招呼就能把离婚证办了？又是为什么那么急匆匆地找我要结婚证出来？想着这些匪夷所思的事情，大半夜了，我瞪着眼睛看着天花板，怀疑是不是我产后抑郁发作才这么胡思乱想，还是该相信女人的直觉？这里头确实有问题。按道理说，晚上是我说了同意离婚，那是不是也算作离得掉的类型？不过跟结婚时候一样，托辞说怕我累着，他找熟人打个招呼就能把事情搞定。这离婚这么大事情，怎么还这样搞？要是这样，我这婚结的，孩子都生了，还不知道民政局长什么样子呢。心里隐隐的还是有些忐忑不安。我打算在最后一次相信下自己的直觉，哪怕是胡思乱想呢，我也得把自己撞个清醒。第二天一大早，赵瑞还正睡着，我静悄悄地起床，收拾停当，翻出结婚证，塞进小包里，出了家门，直奔向民政局。心急火燎地等了一会，办证大厅才开始营业。我赶紧抽了个号，坐在柜台前面，小心翼翼地把我的结婚证递进柜台，问办事员说：“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如果要离婚的话，是不是带着结婚证来就行啊？”坐在柜台里的办事员噼里啪啦地敲着键盘，连看都没看我，说道：“办理离婚手续需要夫妻双方到场的，你一个人来，又只拿个结婚证，这可办不了。”我又把结婚证往他跟前递了递，挤出一丝苦笑：“麻烦您再给看看，这是我的结婚证。”他有点不耐烦了，一手接过了我的证件，打开看了看，冲我说：“姑娘，跟你说了，办理离婚手续只拿结婚证是不行的。”哎，这怎么？办事员把我的结婚证翻来覆去看了看，甩给我一句：“你坐在这里等一下。”我坐在椅子上，都能感觉到这一瞬间自己的心脏扑通扑通在跳，心里暗自嘀咕：是不是真有什么异常？过了没一会，他带着2个工作人员一起过来了，冲着我说：“你好，你这结婚证是个假证，你得跟我们解释一下具体情况。”到现在我都想不明白，自己当时是怎么抑制住了自己的惊愕，还从民政局里脱身的。听他这么一说，我一下子怪样样的笑了起来，抬起手腕，不停地摩挲自己本就已经凌乱的头发，跟他们说：“你瞧，我要跟他结婚，他偏不，连我割腕威胁都不管用。你们说我能有什么办法？可不就只能去淘宝上买一个吗？我就是要跟他结婚才行，他不同意，我就要嫁给他，做他新娘子。”嘴里一直碎碎念着这几句话。听他们在一起商量起来，这一大清早怎么碰上这么个事情呢？有个戴着金丝眼镜的说：“哎，看着这女的也挺可怜的，估计啊。”他没往下说，但是给其他几个人使了使眼色，用食指指了下脑袋，估计是他们怕我这神叨叨的样子在大厅再惹出什么事情，没收了我递进去的结婚证，就让我走了。一出民政局的大门，我顿时两腿一软，瘫坐在马路牙子上，已经顾不上惊慌失措了，心里阵阵后怕。万一他们那会给派出所打电话，把我逮进去，让我交代办证经过怎么办？万一要让我联系家属，我该怎么跟赵瑞交代？真是吓都吓死了。那些欠我的，我终究得要回来；那些对不起我的，我终究会还回去。我差点搭上这条命才生出来的孩子，无论如何，我都要想办法陪着他成长，而且我要好好的养育这个孩子长大，为此不惜一切代价。
装神弄鬼的那一瞬间，才明白“为母则刚”这4个字的沉重含义。小区楼下顺手买了2份早点带回去，一进家门，看见家里已经被翻了个遍，像是进了贼似的。赵瑞垂头丧气地坐在沙发上，我像一切都没发生过似的，笑着跟他说：“起床了，我买了你爱吃的早餐，过来餐桌一起吃呀。”他没好气地冲我嚷嚷：“昨晚说好的，你把结婚证拿出来，我去给咱换离婚证去，这会不认了？我可不吃你糖衣炮弹这套啊！为了孩子的安全着想，咱俩这婚离定了。要搁在今早之前的我，估计又是鼻涕眼泪一大把，甚至哭着跪下来求他跟我好好在一起过日子。但是在回来路上，对眼前这个男人仅存的爱意都已经消失殆尽了，留下的只有戒备，只有恨。但是一切没弄清楚，没理顺之前，一切还都像以前一样，尤其是我对他的态度，没有眼泪，硬挤也要挤出几滴，搭着哭腔跟他诉苦。瑞，我昨晚几乎都没闭眼，满脑子里都是曾经那些美好的画面。我在想，他粗暴地打断了我的话：“跟你说了，不可能了，完全不能在一起的。”我又上演了一出坐在地上的画面，哭着跟他说：“那我跟你说实话吧，今天我也拿不出来，在这个城市我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所以我把咱俩的结婚证裹在我一条小毯子里，寄回我们老家了。”他一下子急了，攥紧了拳头，恨不得冲过来揍我，但也只是自己在沙发扶手上捶打了几下。我又说：“你放心，我已经打电话给家里了，连那毯子他们都放在我房子里收好着，说是压根没动，今天就给寄回来，就这几天收到。”他总算松了拳头，我也松了口气，继续跟他说道：“等一收到，既然你已经打定主意了，那我就成全你，我们一别两宽，再不是个东西。”赵瑞他也总不好这1-2天时间里再给我找茬，但是我还是要想办法摸清楚我到底嫁给了一个怎样的坏蛋。我提出说，既然咱们已经说好了，就等着证回来了去办手续。那今天趁着你也没去公司，咱俩一起去咱妈那儿，我看看孩子，在离婚前让我多抱他一小会吧，求求你了，赵瑞。不情不愿的，他带着我一起去了小区里另一栋楼里的婆婆家。我心里打定主意，孩子我是一定要抢到手的，我的孩子我要自己养。进了婆婆家门，除了婆婆和月嫂，还有一个年轻女人，松松挽着个发髻，穿着随意的家居服，像是在婆婆家里已经待了很久。月嫂依旧一声不吭，为着孩子忙前忙后，倒是婆婆有点慌张，不知所措的样子。她一边念叨着赵瑞：“哎呀，你们来怎么也不说，提前给我打声招呼，家里乱糟糟的。”她可能看到我在不停打量那个女人，连忙走到我跟那个女人中间，头回拉起我的手，给我介绍说：“娟子，这是我家表侄女，之前你们可能没见过，今儿赶巧碰上了。”那女的尴尬地冲我点了点头，嘴角像是挤出一丝笑，发出一个几乎听不清楚的“嗨，你好”。我内心充满了狐疑，还是觉得哪里不对劲。刚才开门那一瞬间，是不是她正抱着我的孩子？应该不是我看错了吧？而且她穿着家居服，对婆婆家里好像很熟悉的样子，真就是她表侄女吗？头有点开始疼了，这一出出的戏码到底是想怎样？到底又为什么？跟孩子亲热了一会，看着摇篮里的他睡得那么香甜，还完全不知道这个家庭发生着怎样的冲突和矛盾，也不知道自己妈妈差点丢下他离开这个世界，再也不会犯傻了。为了我自己，更为了孩子，我一定要坚强振作起来。
借故说要先回去做饭。我对婆婆说：“妈，让赵瑞在这多陪陪您，我先回去把汤烧上。他最近忙，估计都没来多看看您。”又看了眼赵瑞，跟他说：“正好，你也多跟孩子带带。我先回去了。”那个女人已经进了厨房里，半天都没出来了。我想再去瞧瞧她，所以还专门跑进厨房，装作要跟她打招呼。没成想看到她正蹲在冰箱旁边的地上抹眼泪，见我进来，急忙用手背抹着眼泪，又说：“哎呀，切洋葱呢，辣着眼睛了。”我瞧了眼灶台上，哪有什么洋葱啊？不过也没戳穿她，只打了声招呼说要走。于是我带上门，一个人从婆婆家出来了，按了电梯，我走进去，但是我们有摁下到1层的按键。我又从电梯里走了出来，屏气凝神地贴在门上，听里头的动静。天知道这房子里头藏着多少我不知道的事情。原来不把人逼到绝境，都不知道自己的潜力有多大。门那头先是听到婆婆说电梯关上了，她应该已经下去了。她又跟保姆说：“你把孩子抱进里屋休息吧，也忙了这大半天了。”说罢这句话，隔了没一下，她开始提高嗓门：“赵瑞，你说你这一天天的，让我跟在后头给你圆谎擦屁股，害得我提心吊胆的。你领着他上门，怎么就不知道提前打声招呼？露馅了怎么办？真不知道你这孩子一天怎么这么不让我省心。”这边婆婆声音还没落下，一个年轻女生带着哭腔又喊着：“这日子我是一天都过不下去了。”她喊出来的话，听得门外的我后脊背发凉。只听她说道：“你们都说为了我好，为了这个小家，可是谁想过我的感受？我自己老公我不能认，看着他跟那个贱人生活在一起，我的家我不能回，躲回我娘家、闺蜜家，跟只老鼠似的四处逃窜。不能要小孩，又不是我的错。有本事咱们离婚了算了，你们又非想出这么一招，让我替别的女人养赵瑞的孩子，我心里多苦，你们谁能懂？妈，你当着那个贱人面，非说我是你表侄女，那我是不是以后还得叫你一声表姑？还有赵瑞你，当初谁管不住自己下半身，惹出这么一摊子烂事？那女人怀孕了，你回来说是为了这个家，谁让你为了这个家出去卖身卖肉了？一通话噼里啪啦的，只听见她在里面发泄，而我趴在门外侧耳听着。可能是防盗门的铁板太冰冷，渗得我心都冰凉，止不住的浑身发抖，而我还得强忍着咬紧不停打颤的牙关。这女人说的时候，赵瑞和他妈一句话都插不上，我一刻也不想在这听下去了。他俩再说什么也都没意义了，只是为了我的孩子，我忍着胃里不停泛上来的恶心，还是一动不动贴在门上。他们的解释，他们那一句句话透过铁板刺耳地传到我这里。我不时地摸摸自己耳朵，总有种幻觉，以为耳朵是不是渗出血来，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等我要回孩子，一定要离这群人渣远一些，最好一辈子都不见。听着他们你一言我一语的互相抱怨着、解释着，又时不时静默着，我觉得差不多够了，这才像解除炸药包似的，一点点挪动着，保存好手机刚才一直设置的录音，飞快地摁下电梯按钮，恨不得马上离开这个令我恶心的地方。从这个邪恶的老女人家到赵瑞家，平日里10分钟左右的路程，我却像是走了半天，胸闷气短，憋得我像是无法呼吸了似的，腿像是跑完了马拉松似的酸疼，每挪一步都得使出全身力气才行，整个人像触电了般愣着。这1年左右的时间里发生的一切过电影似的，塞得我脑子快要炸掉了，却又怎么甩
都甩不掉。想着那些过往，眼角的泪止不住地往出涌，时不时的嘴角扯出一丝苦笑。是的，没错，我就是他们嘴里说的贱人。我跟赵瑞在一个度假温泉酒店认识，那也是我这个农村姑娘头一回进这种地方。因为公司团建，在这样一个令我眩晕又忐忑的地方被赵瑞搭讪的时候，我以为我真是灰姑娘遇见王子了。他那样温文尔雅，风度翩翩，体贴的跑前跑后照顾着我，带我在酒店周围找好吃好玩的地方。短短几天，我们就陷入了爱河，在一起了。接下来的一切速度快得令我猝不及防。没2个月，我发现自己怀孕了，忐忑地打电话告诉异地工作的赵瑞。没一会，他打电话向我求婚，甚至想到这里，我不禁又哭着咧开嘴笑了笑。我们还在我老家举行过一场盛大的婚礼，周围人都祝福我，觉得我找到了终身幸福和归宿。甚至我们村长还当众拿出我们的结婚证，宣读结婚誓言，让赵瑞要一生一世对我好。婚礼时唯一反常的是赵瑞家里没有任何一个人到场。当时他跟我解释说是离得太远，他妈妈身体不好过不来，连那假结婚证我都从来没有怀疑过。那阵子正孕吐厉害，他说体贴我身子弱，要好好养胎，他找个熟人把结婚证一办就行了，反正就是个形式。还记得他说的那句令我感动了很久的话，只有我们的爱情是永存的，其他一切都只是形式罢了。那时候他说什么我都信，时常瞅着他这个人都觉得镶着金边似的刺眼，令我眩晕，怀疑自己何德何能，竟然碰上他这个白马王子。一切都那么甜蜜，我每天醒来都是笑着的，直到我生完孩子，从月子中心出来，一瞬间像被关到了冰窖里，时常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一场梦，美梦完了是噩梦，没完没了的噩梦循环。现在总算明白了，这一切不是梦，而是这几个人渣给我设的局。或许当初在度假酒店，他是对我动了真心几天，可后来假结婚假办证，生了孩子不让我见，却又让他妈他老婆成天围着孩子，这些也都是赵瑞他做出来的事情，真是无耻至极，可恶甚尤。回到赵瑞的家，我迅速收拾好了行李。隔了好一会，我打电话问赵瑞，他不耐烦地说他已经回公司了。我心里暗想，正好，径直打车去了他所在的公司。他是这家公司的副总经理。前台问我找谁，我笑着大声冲他说，我是你们赵总的太太，他把东西落在家里了，我怕他上班要用，赶紧给他送来。前台小姑娘赶紧把我领向赵瑞办公室。特别巧的是，临近他办公室时还遇上一个老头。前台热情地介绍说，林总您好，这位是赵总夫人，给赵总来送东西的。我冲那老头笑着点了点头，说了声林总好。只见他有点纳闷地看了一眼我，没多说什么就走开了。门一关上，只剩下我和赵瑞的时候，他气急败坏地压低嗓门冲我吼，你算什么东西，敢闹到我公司来，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我冷笑一声，什么也不多说，给他发了段信息，让他在他电脑上点开看。他听着听着，脸从红变到白，从白又差点变成炭黑。没错，我给他的是我这几天整理的所有证据。一，民政局工作人员冲着我喊说你这是假证的录音，以及假结婚证的照片和录像，还有结婚时他发信息给我说结婚证办好了，还热乎的发给你瞧瞧的截屏。二，在家里他逼着我离婚的那些话。三，在他妈家他们3个人的对话，虽然不清楚，但也听得清他们在说什么。他边听着这些，
赶紧走到门口反锁上门，回头直愣愣地看着我，咬牙切齿地说：“你到底想怎么样？”我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出来：“我要我的孩子。”与此同时，我还发给他一张协议清单，里面的要求明细写得清清楚楚。我走到他跟前，在他耳边轻轻说：“你想清楚，这些资料我手机里还有，而且我刚才还加了你们前台小美女的微信。你说巧不巧，竟还遇上你们林总。”他听完，眼里的怒火像是一点点在熄灭，而我和孩子的生活却像是又重新燃起了希望。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